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分享也是检验阅读的唯一路径。要看一个人是否把书读进去了，分享就是最主要的方式。就像有名的学习法费曼学习法中提到，若是你能把你所读所学的东西教到一个小孩子都能懂，那就代表你已经完全消化吸收了这个知识，并能深入简出的运用出来。我那个时代的学生在进入学校后是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读书的，只是在学校及自己的摸索中总结出一套自己觉得还算有效的读书方法，就那样一步步念上去的。然而在考完试后，透过这个方法所念的书基本上都交还给学校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过去的学习方式就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用的，还不如我进入职场后因为遇到问题去寻找答案所学习到的知识来得深刻。我也是在大学时代末期开始踏入职场后，因为有在学习的需要，才有幸接触到这本《如何阅读一本书》，从中才发现原来我是这么不会读书啊。而这个发现帮助了我重新学习如何阅读，并从运用这些新的阅读方法中得到了阅读真正的收获。另外，我身边也遇到不少想要读书但却读不下去的朋友，或是在知乎上也常收到邀请回答要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因此我才想把如何阅读一本书逐章整理出来，当做我自己的再学习以及读书心得整理。若是对各位有帮助，我也会感到很开心。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维明说，这是个学习的频道，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如何阅读一本书的第2章谈到阅读的层次，这部分在之前的影片中有稍微提到过。阅读共分为4个层次，第1层次基础阅读，第2层次检视阅读，第3层次分析阅读，第4层次主题阅读。阅读的各个层次是彼此相关联的，各层次都会包含前面层次所需要的技巧，也就是说第4层次的主题阅读所需要使用的技巧将是包含前3个层次所需要的所有技巧。也因此主题阅读会是所有阅读技巧中难度最高最耗心力的阅读方式。然而阅读这件事是十分公平的，阅读的收获与阅读的努力程度是成正相关的，你投入的努力越多，你将获得的收获也越多。接下来我们就这4个层次进行进一步的说明。第1层次基础阅读，这个层次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摆脱文盲的状态，只要熟练这个层次就能摆脱了。基本上在母语环境中，小学时就应该完成这个阶段的训练了，但实际上我们在2种情况下还是会需要重新训练基础阅读的阶段。哪2种情况呢？一是面对不熟悉的外国文字，二是面对不熟悉的专业术语。面对这2种情况，我们若要能顺利完成基础阅读的工作，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你所面对的文字，也就是要能认出一页中的一个个字。当你能回答这个句子在说什么时，你就完成了基础阅读的任务了。第2层次检视阅读，这个层次要达到的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抓出一本书的重点。例如你面前有一本书，请你在15分钟内读完它，并总结它的内容，这时你会怎么去读这本书呢？检视阅读的技巧就是帮助读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检视阅读的技巧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有初步做了整理。当你使用的检视阅读技巧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书籍的阅读时，你应该可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这本书在谈什么？这本书的架构如何？这本书包含哪些部分？这是哪一类的书？小说、历史还是科学论文？第3层次分析阅读，这是读者能掌握到的最好的阅读方式。它与检视阅读最大的差别在于，分析阅读是在无限的时间内最好也最完整的阅读方式。通常情况下，我们若只是想从书中获取资讯或娱乐时，是不需要使用到分析阅读的技巧的。只有在我们想把一本书从头到尾变成自己的内容时，才会需要用到这个技巧。简单来说，当你想将一本书咀嚼与消化时，你就需要使用分析阅读，因为分析阅读追求的是对一本书的理解。当一个读者进行分析阅读时，他会非常需要专注，这不像检视阅读。检视阅读可以在书店或甚至一个碎片时间抽出几分钟，按照检视阅读的技巧就可以完成了。而分析阅读你需要运用的技巧以及耗费的力气将是检视阅读的许多倍以上，因此你需要一段完整的时间以及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如此才能有效进行分析阅读。第4层次主题阅读，主题阅读和其他层次阅读的最主要差别是，主题阅读不是阅读一本书，而是阅读许多书，并从这些书中找到相关之处，总结并提炼出这些书中都会谈到的主题，甚至创造出超越这些书提到的主题。如果你写过论文，特别是文科的论文，你应该会觉得主题阅读的方法让你感到熟悉，因为使用主题阅读的主要场景就是针对某个主题进行研究时会采用的技术。
当运用主题阅读时，你将不会是被动的被书带着跑，而是主动发起进攻，针对你的疑问提出问题，并进行主动的搜寻，从面前的一堆书中找出你要的答案，进行总结提炼，得出你的结论，甚至架构出你的理论框架。主题阅读是所有的阅读层次中最复杂、最花力气，但却是最有收获的阅读方式。若是有机会，鼓励大家都应至少试着经历一次主题阅读，你将能享受到阅读带来的最高满足感。以上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及打开小铃铛。